城是墨西哥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这里是一个旧新世界的融合，它的市中心建立在过去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上面。该城市在20世纪发展迅速，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城市。约距离墨西哥城东北方50公里处，现存着规模巨大的古印第安文明遗迹特奥蒂瓦坎。这个名字源自于纳瓦特尔语 Teotihuacan， 意思是众神的诞生地。抵达到这，你需要在 Central 的 Autobuses del Norte 搭车，或是参加旅游团。这里以其壮观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而闻名。第一天，我去了墨西哥城的历史中心，这里有许多的历史建筑和地标。可以先到索卡洛广场，墨西哥城的主广场看看。它的北面是大都会大教堂和 Sagrario 圣殿，东面是国家宫殿。广场中心挂着一面巨大的墨西哥国旗，每天晚上到6点的时候，会有降生国旗的仪式。大都会大教堂是墨西哥城的主教座堂，建造始于16世纪中期，在从前的阿兹特克神庙上面。它融合了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主立面中央的3个大型大理石浮雕中，最中间的代表了圣母玛利亚升天，这也是这座教堂的奉献主题。前面的瓜达洛佩圣母旧圣殿 Templo Expiatorio a Cristo Rey 约建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这里是墨西哥天主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供奉着瓜达洛佩圣母。圣殿位于特佩雅克山脚下，传说中圣母玛利亚曾在此向一位名叫Juan Diego的当地人显灵。这里收藏着传统上被认为是他的斗篷画像，据说圣母的肖像奇迹般的印在斗篷上面。正前面是新建的瓜达洛佩圣母圣殿，我是在下午约5点多过去，待到傍晚的时候。新的大教堂内有第一幅瓜达洛佩圣母画像，在主要的手扶梯上面。新圣殿建于1976年，以现代建筑风格为特色，最多可容纳万人。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坐落在墨西哥城的山顶上，海拔高度约2325米。曾经是阿兹特克统治者的居住地，后来在殖民晚期的时候改建成城堡。在1940年前一直作为墨西哥总统的官邸。现在，它已经成为墨西哥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在博物馆的各个角落都有精美的壁画和历史的文物，走廊上的彩色玻璃窗、孔雀石厅、历史画廊、天文台。这里的藏品涵盖了墨西哥历史的多个时期，从特诺奇蒂特兰时期，直到墨西哥革命到20世纪初。建议来这里，是一个能理解墨西哥历史的好地方。
城堡里面的花园区域跟外面的公园也相当值得一看。接下来，我就往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的方向过去。这里可能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博物馆，里面保存和展示了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重要的考古和人类学的文物遗产。博物馆的中心大厅陈列着从特诺奇蒂特兰遗址中发现的巨大阿兹特克立法石，是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藏品。馆内收藏了大量史前文物，在美洲当地不同时期的文明，以不同常设展览来区分。博物馆与查普尔特佩克城堡的距离很近，建议可以安排一整天就在这区参观。隔天，我前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特奥蒂瓦坎。这座以众神诞生之地的城市，建于公元1世纪至7世纪之间。特奥蒂瓦坎的主要景点包括了高度超过200英尺的太阳金字塔，是中美洲最大的金字塔。蛇神殿位于亡灵大道的南端，是一座6层阶梯式金字塔。建筑群距离太阳神庙稍远，走过来需要约20分钟左右。这座金字塔采用 Tlatoblero 的风格，每层的外缘都装饰着与蛇头与另一种蛇形生物，被认为是 Tlaloc 的头像交替排列。这些头部的雕塑装饰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条中央南北向的轴心道路称为亡灵大道。在大道的北端尽头就是月亮金字塔，它与太阳金字塔的造型类似，都是采用阶梯状的多层结构，正前方都有陡峭的走道。人们相信它与特奥蒂瓦坎大女神有关，她是水、生育和创造之神。也有证据表明，它被用于人类和动物的祭祀仪式，以及祭祀亡者的埋葬。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